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人在东京的成田机场。这次呢要搭之前没搭过的长荣787梦幻客机，而且是商务舱哦。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老婆第一次体验商务舱，期待吗？期待。Some days I can't get out of my bed. Some days I'm waking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my head. And I got all these eyes on me. 我们现在先去全日空的贵宾室。长荣航空在成田机场没有自己的贵宾室，我们选择来同样隶属于星空联盟的 ANA 贵宾室，里面有一整排面向窗户的座位，在搭机之前欣赏风景再适合不过。当然也不能忘记有名的咖喱饭，还有现点现做的面。休息一下之后要前往登机门咯。今天要搭乘的是长荣的 BR197 号班机，从东京成田飞往台北桃园机场。直飞的机型为波音787-10，这台是在2023年12月才交机，还非常的新。听说商务舱超级厉害，迫不及待要上飞机了。你好，欢迎。10K。在这边里面走到请。787-10的商务舱座椅采121配置，为左右交错的设计，共有34个座位，整体看起来很宽敞。今天的位置也是最后一排，虽然中间上方有置物柜，但开放感还可以。18寸的大萤幕画质很好。今天老婆坐靠窗的座位，我则是靠走道。座位上已经有放了拖鞋，一个蛮大的枕头，还有棉被。座椅旁有个置物空间，里面有耳机跟耳机架，还有一面化妆镜。再来是个可以当小萤幕的娱乐系统控制器。最后是耳机插孔、插座跟 USB， 还有座椅控制。迎宾饮料选了冷压柳橙金桔，蛮好喝的。和反鱼骨式座位相比，萤幕好像离身体比较近，腿部很宽敞，完全没有压迫感。靠走道的座位会多一些置物空间，躺平时的座椅控制按钮也有，很贴心。餐桌藏在扶手台面下，按钮后会弹出来，拉出后可以前后移动调整，面积很大，感觉很扎实。收回去的时候需要用点力。头部旁边有个小阅读灯，电子遮阳板则是787的标配。如果不是靠走道位的话，会有一个隐私隔板。座位旁台面真的超级大。来看一下今天的菜单，餐点有中、西、日式3个选择，饮料的种类非常的多，整个座椅的质感都超好，让人很放松。降噪耳机应该也很有帮助。开始后推咯。平常坐经济舱会紧绷的我，今天还有很多空间，超开心。准备起飞咯。发现萤幕上除了显示飞行资讯，还有卫星图。起飞后不久往外面一看，富士山超级清楚的。来看一下洗手间，后方左侧的厕所不大，两面都有镜子，冲水钮是感应式的。回到座位后，富士山更近了。来玩一下触控萤幕，菜单在这里也看得到。菜
餐前选择了香槟搭配米果，越看越觉得座椅控制很美。吃点心的同时选一部电影来看，感觉有不少新片，但电影整体并不是很多。今天主餐预定了网络限定的牛排，非常期待。对了，台面上的照明很有气氛。首先上桌的是前菜，是生火腿、白桃加起司。前菜当然要搭配香槟啦，马上续杯。用餐的餐具很有重量，还有附很可爱的胡椒跟盐巴罐。开动咯！在飞机上吃西餐好享受啊。然后选了大蒜面包跟法式面包。主餐的牛排也上桌啦。主餐是山葵风味菲力牛佐番红花洋芋，虽然牛排几乎全熟，不过吃起来还算软嫩。桌子拉近一点比较好进食。洋芋中规中矩。最后是甜点跟水果，是无花果核桃蛋糕。水果如果可以不要叠一起就更好了。最后点的阿里山金萱，饭后来杯茶解解腻。大家都吃饱后，机舱灯光也调暗了，刚好来玩一下座椅。很宽敞很舒服。躺平用的按钮真的很方便，不然还要爬起来真的太费力了。棉被是有厚度的，内侧是毛毛的，很软。老婆好像很开心。商务舱后方右侧的洗手间就大很多，在这边换衣服都够用。看电影也能看到即时飞行时间。休息一下，飞机也差不多要下降了。降落前照惯例得到糖果1枚。看到台湾美丽的山脉了，准备降落咯。这次长荣78710商务舱开箱就到这边啦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